前些天啊，我做了维基解密文件中间的习近平啊，节目播出之后，有些人在评论上就跟我讲，他说王爵，你这期节目啊做的不太过瘾，为什么呢？因为你整篇节目啊说习近平的内容其实并不多，你能不能把维基解密中间关于习近平的内容啊系统的读一读，再给我们讲一下啊？我们这些天呢就把维基解密中间啊关于习近平的文件啊全部都拿出来，系统的又研读了一下，一看啊数量确实还挺多。那么当时啊，美国驻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啊，发往国务院的文件中间呢，一共有179份关于习近平的这个电报啊，那这个数量还是相当大的啊。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维基解密文件中间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呢，大部分集中在2005年到2010年这5年，而这5年啊，正好是习近平啊获得权力的关键的5年。所以啊，我们今天啊就利用维基解密的文件啊，来系统的讲一讲，在美国的情报系统中间，习近平是如何获得最高权力的。说起啊，中共的这个权力交班体系啊，挺有意思的啊。邓小平啊，就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以后呢，每一届领导人就是干10年。但是这一届领导人就任的时候，往往就开始谋划下一届领导人呢，到底应该是谁了。所以在某一个领导人的第一个5年期的，往往要挑选下一个领导人，然后呢，再让下一个领导人呢，在这个执政的5年中间的那一次中共的领导人的这个会议上啊，要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用5年的时间来培养他，在培养完了之后呢，在最后10年任期结束的时候呢，让这个人顺利交班。你就比如胡锦涛吧，胡锦涛当时是接班江泽民的啊，那么在15大的时候，胡锦涛就进入到政治局常委了啊。刚刚结束的15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位是胡锦涛同志，他是我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Comrade Hu Jintao,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结果到16大的时候呢，他就顺利接班江泽民，成为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啊。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是极其美好的。同样，在16大啊，这个胡锦涛就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时候啊，他也面临下一任的接班人是谁。他必须在17大的时候啊，决定啊，这个人到底是谁进入到权力的最高体系，也就是政治局常委这个位置啊，然后培养5年之后，再把权力交给他。其实啊，在胡锦涛啊刚刚就任的时候啊，党内当时都认为啊，下一任的这个太子啊就是李克强，因为李克强我们过去讲过啊，他当年的团派出身呢，实际上早在17大之前的10年，很多人都认为李克强就是当仁不让的胡锦涛的接班人。所有他的仕途的过程中间，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这个路径来培养的。所以当时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没有什么悬念。但是没想到，到17大之前的时候啊，情况跟胡锦涛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李克强呢，他个人能力啊，确确实实啊，没有那么强，而且他主政地方的业绩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做过河南的省长，做过辽宁省的省委书记啊，这个业绩总体来讲不算特别突出。所以在党内的威望不足。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17大前夕啊，共产党的第2代，也就是红2代啊，他们呢基本上也进入到了接班的年龄。他们对于李克强被当作领导人的接班序列来培养啊，不服啊。你想这个时候，薄熙来是吧？这个习近平这些共产党的红2代都已经是坐镇一方大员的这个诸侯啊。当时的薄熙来到了重庆当省委书记啊，那是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那习近平呢是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啊，那么这些人对于既定的这个交班序列，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呀，他们也想获得最高的权力啊，所以在17大之前，这个时候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空前的挑战，就是过去按照既定的序列培养起来这个太子啊，好像是没有获得党内的共识，那怎么办呢？
在17大之前，你就必须要通过一套机制来决定到底谁能够进入到政治局常委，谁能进入到下一个5年这个期限中间成为最重要的接班人的序列。那么维基解密中间，美国的情报系统显示啊，最终2007年年初，习近平成为一个大黑马啊，斜刺里杀出来之后，进入到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新任常委中间的第1名，排在了李克强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体系里面的一个民主选择的结果，甚至是民主投票的结果。当然了，只不过这个投票的结果选定了习近平，没有选定了李克强。那整个这个故事啊，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习近平到底是如何获得最高权力的啊。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很高兴和各位记者朋友们见面。全会选举产生了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啊，能够成为一个2007年中国政坛的一匹大黑马，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啊，就是陈良宇的倒台。陈良宇我们都知道啊，是江西人马，上海市市委书记啊。江泽民啊，在交班胡锦涛的时候啊，他留了一个尾巴，就是他继续当了2年的军委主席。这一点呢，对于胡锦涛来说非常不爽，因为胡锦涛在第1个任期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请示江泽民啊才能决定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江派的很多人马本身对胡锦涛啊就不太买账，因为在政治局里面啊有曾庆红、有黄菊这2个江西人马啊。然后在上海这一批呢，这陈良宇呢是政治局委员，在17大的时候还有可能进入到政治局常委。而陈良宇呢，由于江泽民这一套系统啊对这个胡锦涛的掣肘啊，所以他平时对胡锦涛就不够尊重。怎么不够尊重呢？维基解密中间的文件啊讲了几个细节啊。他第1个细节啊，就陈良宇平时啊管胡锦涛啊叫那个人啊，不叫总书记啊，也不叫锦涛同志，就叫那个人。你想那个人这个话就带有很多轻蔑的含义啊。还有一个细节呢，就陈良宇说，他当时看到了一个胡锦涛啊，当年在西藏平报的时候啊，戴钢盔在马路上啊那一个照片。这陈良宇当时就说，第一，你胡锦涛不是在前线平报，你至于吗？你戴钢盔，对吧？其次，假如说你西藏自治区的总书记需要戴钢盔上街平报的时候，说明你不合格。那这些传言呢，就传到了胡锦涛的耳朵里啊。那胡锦涛肯定是不爽啊，就想办法想干掉这个陈良宇啊，就像当年江泽民把这个陈锡同干掉一样啊。但是由于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都是江西人马，他也没办法啊。结果到2006年年初的时候出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黄菊啊生病了。黄菊呢是陈良宇之前的上海市委书记啊，也是江泽民在他退休之后安插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江派人马的一个大将啊。结果呢，2006年年初的时候，黄菊被查出来得了胰腺癌，眼看时日不多啊，因为胰腺癌这个癌症啊非常凶险啊，也没什么治疗手段。得了这个病之后啊，黄菊呢就坚持要回上海治疗，就不愿意在北京了。因为黄菊不信任整个北京的医疗系统啊，他认为北京的医疗系统胡锦涛控制的，有可能加速他的死亡，所以一定要回上海治疗。但是他一到上海之后，你想想，远离北京的政治中心，等于他的政治前途，也包括他的政治影响力就终止了。所以黄菊前脚刚刚离开北京，胡锦涛后脚就在北京指示中纪委开始调查陈良宇的上海的社保案。那经过了9个月的调查啊，在2006年的9月24号，政治局常委开会，当天就宣布准备对陈良宇下手。所以当天北京给陈良宇打电话，要求到北京来开会。陈良宇刚下飞机就被拿下了，直接被双规。第2天呢，中央电视台就发了消息，陈良宇直接被双规了。那么陈良宇设计的上海社保案是怎么回事呢？那社保案呢，就是上海呢有一个叫张荣坤的人啊，这张荣坤呢，在过去在上海呢商界没什么名气啊，突然呢就发迹起来了。他有一个投资公司，就买了上海的高速公路的30年的经营权等等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呢，这张荣坤呢，他的这个钱都来自于上海社保资金的挪用，而这个上海社保资金的挪用呢，跟整个上海市政府这里面的政商之间的关系呢，就千丝万缕了。既涉及到黄菊，也涉及到陈良宇，还涉及到江泽民自己的公子江绵恒。
那么这个调查过程中间就把陈良宇给抓起来了啊。陈良宇抓起来之后呢，周正义他当年在06年被放出来之后，也又重新给抓起来了啊。所以呢，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后来呢，这个陈良宇下台之后呢，就让韩正来兼任上海市的市委书记。但是韩正兼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之后啊，很快也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据沈栋啊写的那个《红色轮盘图》那本书的，他就讲到啊，说韩正当了市委书记之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韩正的女儿啊在澳大利亚读书，在他的银行卡里存了2000万美金。你想想，20年前啊，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银行里存了2000万美金，那是什么概念啊？而且还仅仅是他女儿在境外的一个账户啊，所以这是没办法了，那说明韩正也不干净啊。但是呢，你刚把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拿下，你再拿下上海市的市长，这不行。所以据说胡锦涛指示啊，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社保案，第一只限于陈良宇，第二像黄菊就不动了，然后呢，这个韩正呢也就不动了。但显然韩正是不能再提拔了，江泽民的公子呢也不能动了啊，所以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处理上海社保案的规则。但这样一来啊，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就空出来了啊。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由谁来干呢？那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在整个中国权力江湖布局中间，那是太重要了，对吧？一共就3个直辖市，在3个直辖市过程中间，重庆的直辖市啊，其实最不重要的啊。北京和上海这2个直辖市又是产生老大的地方。你如果要想在下一任进入到政治局常委的时候，那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志在必得。所以当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空出来之后，据说胡锦涛就开始询问很多人，谁愿意到上海来当市委书记。但没想到啊，这个位置啊，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方面，当时中纪委啊有100多个人在上海在查这个社保案，那整个上海的官场啊，基本上是江湖震动啊，甚至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啊，也不知道会涉及到什么程度。而且江泽民当时就住在上海，就既涉及到权力斗争，又涉及到所谓的官场腐败。所以很多人呢都不想趟这套浑水。那胡锦涛当时第一个找的就是李元朝。李元朝呢，当时是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啊。李元朝当时就拒绝了。李元朝还希望能够在江苏省继续干5年，他不愿意去到上海啊去趟这个浑水啊。事后想想，李元朝这个决定可能是挺大的一个失败啊。如果他要是就任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啊，很可能整个中国的权力江湖可能会发生一个蛮大的变化啊。第二个呢，就找了李克强。李克强当时不是辽宁省委书记吗？李克强当时也不愿意去上海，那我们就不知道李克强什么心态了啊。李克强或许是认为他马上直接进北京，不需要在上海再过渡一下跳板，也有可能他不愿意涉及到上海社保案中间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第三个就找到了贺国强。据说贺国强啊，询问的时候也不太积极，而且呢，江派人马对贺国强到上海当市委书记呢也不感冒，就是比较排斥。最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人选，就是刘延东。这刘延东呢，当时是宗组织部的部长啊，政治局委员呢，也是女性啊。那她看起来好像比较合适，因为刘延东呢，就上海长大的，会说上海话啊。但是呢，就是刘延东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主政过比较重要的地方啊，所以上海这些人呢，对刘延东不是很服气。结果当时啊，美国大使馆呢，为了获得这个情报，就利用刘延东的丈夫啊，叫杨元兴。他到美国使馆去办签证，于是呢就跟这个杨元兴认识了，就开始宴请他。这是2006年的11月30号的时候啊，宴请这个杨元兴。这刘延东啊，当时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她的丈夫也是个大嘴巴啊。这杨元兴跟美国大使馆讲了很多信息，他当时就讲了，说刘延东确实对上海市委书记比较感兴趣，因为基本上你当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也就意味着你大概率就能进入到政治局常委嘛。但是据说胡锦涛对这个刘延东啊去上海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比较迟疑，一直说还在考虑啊。那么就在这么多人纷纷扰扰的这个竞争过程中间，习近平就慢慢的浮现了出来啊。就是给美国大使馆啊提供这方面情报的呢，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叫周美燕。这个周美燕啊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啊，但他在关于习近平啊这个预测，也包括他这个情报分析啊，是非常之准确啊。他就认为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进入到上海市当市委书记了。果不其然啊，那么到2007年的3月24号啊，习近平就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啊。那么美国的情报系统显示啊，习近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啊，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习近平呢是红二代，他父亲呢是习仲勋呢，
而习仲勋当年啊，在胡锦涛升任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间，习仲勋实际上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习仲勋这个人呢，本身又比较开明，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共产党元老里啊，算是这个功劳比较大的，跟邓小平的关系也比较亲密啊。所以呢，胡锦涛就认为，习仲勋当年他自己升迁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是他报答习家的这个时候了啊。这第一。第二个方面就是习近平啊跟这个曾庆红的关系啊非常密切啊，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的人马嘛。但是曾庆红从小跟习近平在一个学校里头读书，一起长大，所以呢，这曾庆红对习近平本身呢也有足够的好感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本身呢就在中国南方长期执政，就是福建省的省长浙江省的省委书记，而这些地区呢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带啊。他到上海呢就比较容易获得上海官场的认可。那由于这些原因吧，最终习近平要脱颖而出。据维基解密的信息里头显示啊，情报显示，习近平当时啊就任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在中央的小范围里还做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啊，有可能就是政治局委员里面啊，说习近平得了16票，而刘延东啊、李元朝啊，最后的票选结果大概只有3到4票。所以呢，习近平当时啊，应该说是以较大的优势进入了上海，当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就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3月24号被任命的啊，但是在那一年的3月11号，那美国大使不是宴请了习近平吗？同时呢，也宴请了李克强和李元朝这几个人啊，分3天啊。那么事后他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中间对习近平有一个画像啊，他就说习近平对自己的前途他是守口如瓶。但其实啊，习近平入主上海当市委书记，在2006年的年底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跟美国大使吃饭的时候啊，其实他已经知道再过10几天他就要到上海当市委书记了。但是习近平在整个跟美国大使交往的过程中，一个字都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透露。所以呢，美国大使当时对习近平的评价就是说，这个人呢有点捉摸不透。2007年3月24号啊，习近平正式到上海就任市委书记啊。习近平在上海一共只待了7个月的时间啊，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头呢，美国大使美国的使馆呢对习近平那开始高度关注啊，因为显而易见他是中国冉冉升起的一个政治明星。在习近平在上海就任的7个月的时间里，来自于美方的情报主要涉及到2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2007年的7月份，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去参加一次京剧演出，结果呢，习近平的夫妇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啊。他就记录说习近平的夫妇非常低调他没有带任何保安人员，只是由上海的这个歌剧团的团长陪同，就坐在了观众席里面。后来呢，就是演出的间隙，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习近平跟那个歌剧团的团长在聊天，然后呢才被人给认出来所以当时这个美国领事馆的人还非常吃惊说习近平的夫妇整个过程中间没有带一个安保，结束完了之后呢，就非常低调的离开了。第二件事情就是2007年的5月份，上海市召开党代会。这个党代会习近平就是不但搞了全程的直播，而且呢，同时呢，就邀请驻上海的外交使团呢，每一个使领馆可以派1名观察员参加上海市的党代会列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过去呢，两会就是说这个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往往按惯例会邀请外国的外交官来列席参加，但是党代会从来没有过。所以习近平当时在上海首先搞了这么一出，就是每一个使馆你可以派一个观察员，这个观察员呢，在那里头你没有办法获得文件，整个会场呢也都是用全中文，也没有翻译但是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所以很多外交使馆对习近平的分析都说习近平你看到了吗？搞得还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开明而且在这个外交使团的这些观察员，在这个共产党的会议中间就留心，说习近平在讲话的过程中间反复在讲科学发展观，反复在讲什么和谐社会，也就是说他其实对北京的这个方面那个意识形态的语言一方面非常熟悉，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遵从，给人感觉非常低调，没有任何那种所谓的那种企图心、高调的那种态度这是习近平在上海期间这个美国大使馆的2份情报
那么紧接着啊，就是围绕着17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斗争，到底什么人可以进入到政治局常委？大家都知道啊，这17大的政治斗争就决定着5年之后啊，18大到底谁可以获得最高权力嘛。维基解密的文件中间，这方面的内容就多了去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在2007年的7月份的时候，在北戴河搞了一次会议啊。这北戴河的会议呢，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被取消了，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胡锦涛就顺便就把北戴河会议给关了啊。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由于这一年的10月份要召开党的17大，所以这个时候要决定17大的过程中间谁可以进入到政治局常委，所以胡锦涛呢就决定这一年的7月份在北戴河要召开这样的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之前呢，共产党内部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加上过去的政治局常委啊，组成的这么一个叫民主生活会。这个民主生活会啊，要来决定酝酿下一届的领导班子的成员。据说在7月15号之前啊，就是江泽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就列了一个9人名单，就推荐了9人名单。这9人名单中间啊，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李克强直接接班。他的理由啊，就说李克强啊太年轻，经验比较少，升得太快。然后呢，就把这个名单呢就发给了参加这个民主生活会的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据说在这个会议中间啊，主持会议的呢是李瑞环，而重点发言的是乔石。这乔石和李瑞环呢，对江泽民的这个名单呢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据说乔石说的话还非常不客气啊，说江泽民你已经退休5年了，你还想决定下一任的领导人吗？而且你上海，你当时搞出来了黄菊是吧？陈良宇这样的干部，你都是带病提拔的，就是再也不能这样了。所以据说啊，这次所谓的民主生活会啊，就是大家这个形成了一个僵局，就是没有达成共识，就到底什么人可以进入到政治局常委啊，没有达成共识。这个会议啊，没有达成共识之后呢，据说当时啊，在8月份的时候，在北京还要召开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10月份就要召开党的这个17大了嘛，17大之前你必须要把政治局常委这个名单给定下来嘛。所以呢，就在8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又召开了一次这样的一个生活会。据说啊，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努力啊，最终呢，习近平呢算是脱颖而出。妥协的结果啊，就是曾庆红退休，因为曾庆红呢是江派人马嘛。然后呢，习近平啊代替了曾庆红的位置啊，进入了政局常委啊。然后李克强也进入到政治局常委，那么李元朝就没进入进去啊。那么这个权力布局也就意味着啊，习近平跟李克强将来在未来5年过程中间，将要决定谁能够获得最高的权力。而且这里头有一个细节了，就是习近平的排名啊是在李克强之前，而习近平的排名在李克强之前呢，实际上就表明在那个内部的讨论会过程中间，习近平获得的票数一定是高于李克强的。那么最终呢，那习近平通过这样的一个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啊，最终进入到了共产党的最高权力体系里面去啊。那么当习近平啊进入到最高权力体系以后，那美国的大使馆就忙活起来了，因为这显然极有可能是下一任的最高领导人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说美国大使馆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为习近平啊做了一个他的人物画像。这个人物画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采访习近平周边的人呐，小学同学啊，还有邻居啊，还有跟他经常打交道的一些人呢。最终他给习近平画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特征啊。他说习近平是一个雄心勃勃、精于算计、自信而专注的人。他在成年早期就表现出了和同龄人不同的目标，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而且我们上次不也曾经讲过了吗？他说习近平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人，他是容易一个被权力腐化的人。同时他也讲到了，就是习近平啊，他的有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啊，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智商和学识方面呢比较普通，但是比较善于权谋和规划，隐忍克己，但不是特别十分出色。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根深蒂固的权力欲望和红二代的精英情节，在2代中间属于洁身自好的类型啊。红二代的精英朋友不多，但又看不上团派。第三，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啊，习近平对佛教审美主义颇为着迷，对佛教、武术还据说有一健康的神秘力量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第四，温和少言，冷酷而又难以琢磨，在一些价值观的问题上非常执拗，对腐败的厌恶可能导致其强力反腐，可能过犹不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2007年左右啊，就是美国大使馆的情报体系啊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画像。应该说啊，这个性格画像还是比较准确的啊。那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到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核心之后呢，2008年的时候他当选了国家副主席啊。紧接着，共产党实际上就把他当做了一个最高权力的继承者来培养。当然了，李克强当时还没有完全出局啊，但实际上两个人的竞争那个天平已经发生了一些位移。那么习近平在这5年中间，来自于维基解密的文件，主要是关键的信息，我看了一下，就是他的几次出访，因为他当了国家副主席了嘛，出访的内容比较多。比较有意思的是，2007年啊，他的年底就12月份，他访问日本。他访问日本之前的半个多月，他向日本提出来，他就要访日的时候，希望能够拜访天皇。结果这就让日本比较犯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外交官吏啊，如果要想拜访天皇啊，需要提前1个月来预约。但是呢，习近平啊是提前20天不到就开始预约这件事情了。在日本的宫内厅看来，这个第一比较失礼，第二呢，习近平又不是国家元首，他只是国家副主席，所以呢，宫内厅当时就拒绝了。那么拒绝了习近平之后呢，那习近平到了日本啊，那日本的这个政府体系啊就认为啊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在其他礼节方面啊给习近平了比较高的礼遇，比如说在东京的城区里头挂中国的国旗。其次呢，由首相府啊专门举办一个80人的宴会，这些都是给那些正式的国家元首的待遇，就给了习近平。结果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插曲啊，就是日本当时执政的这民主党啊的秘书长，这秘书长呢就觉得习近平未来可能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了，所以他想拜见天皇这件事情还得尽量想办法促成。于是他就找到了宫内厅，就希望宫内厅能够答应习近平啊来拜访天皇。结果宫内厅没办法啊，就同意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就临时决定习近平来拜访天皇。习近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据说啊，他呢当时啊还询问拜访天皇都有一些什么礼仪啊，听得非常认真，问是不是需要鞠躬啊。结果后来习近平在拜访天皇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日方的这个礼仪来进行。但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就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习近平啊当时拜访天皇的时候啊，他也鞠躬了，但是呢，他有意在镜头之外鞠的躬。他在现场看到了那个摄像头，他先鞠躬完了之后，才走上前去跟天皇握了手。这个细节啊，给美国驻日本大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说：“你看到了吗？习近平这个人呢，一方面他知道如何取悦日本，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如何取悦中国的民众。因为他如果向日本的天皇鞠躬啊，那在国内的那情绪就不知道怎么解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心机啊。那么另外一件呢外交访问呢，就是当时习近平访问墨西哥的时候啊，2009年的年初，习近平访问墨西哥，他当时说了一段话，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响啊。有些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国际外交使团的一个很大的反响。那么当时驻墨西哥的美国的大使啊，也给美国的国务院发来了情报，就说习近平的这段话啊，实际上啊，他不是特别得体，引起了很多国际上的影响。但是来自于北京的这个大使馆的分析就说明什么呢？说习近平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给国内人听的，他非常知道他这段话在国内实际上这些民众是如何看的。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习近平啊非常具有深谋远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证据吧，所谓的一个细节吧。维基解密的文件呢，大致呢就截止到2010年啊，这之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从以上的这些情报中间，可以大致描绘出来习近平啊是如何获得最高权力的啊。
这里头还有一个细节我要插一下，就08年的奥运会实际上是习近平啊在中央负责整个运作的啊。当年08年奥运会啊开幕的时候，那不是有一个女孩当时是假唱吗？是吧？林妙可。当时呢有媒体报道说，林妙可的假唱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有一个领导拍板决定的，这不是张艺谋决定的啊。那么这个维基解密的文件来自于美方面的情报系统显示，下决心拍板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啊看了这个彩排之后，认为林妙可长得非常好看，但是声音不行，于是就找了另外一个，那叫杨佩琪吧，还是杨佩兰那个小姑娘，她的声音非常好，但是长得不行嘛。于是呢，就用了那个女孩的声音，让林妙可对着口型来假唱。这个决定呢是习近平来做的啊。以上呢就是维基解密中间关于习近平啊的主要的这些信息啊。当然了，我们没办法判断啊，就是这些情报系统本身是不是100%的准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径啊，大致可以描摹出来习近平如何获得最高权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系统啊，如何在中国啊获取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情报的。我觉得这一点我看完之后还是非常吃惊的，就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啊，对中国政治斗争，也包括政治舞台上的那些权力规则体系啊，是非常了解的。当然了，就包括整个中国的最高层面的权力运作，美国大使馆也包括美国的情报系统啊，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遗漏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说句心里话，我们普通的中国人平时也难得有机会能够窥探其中间的秘密啊。那么通过这样的系统，我们就知道了，习近平当时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间，就是共产党内部啊最高的那样的一个权力体系相互妥协的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民主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民主选择的结果啊，没有想到的是，选上了这样一个当年看起来低调务实，相对来讲呢又比较执着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最终将整个共产党啊改革开放之后所沿袭下来的政治游戏规则彻底给终结了。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为什么会选择出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人，又最终破坏了这个权力体系呢？那这个呢可能就只能留待后面的其他的人来对这一段的历史来进行研究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全会选举产生了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寄托了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巨大鞭策。现在提请表决，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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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